中南海在传惊雷。知名时评人蔡慎坤引述国内爆料称，与齐乔乔有联系的多名商人近日被纪委约谈，重点追问与习家利益输送问题，而齐乔乔本人则在2025年底从北京转往深圳迎宾馆后，被指长期禁足，身边工作人员亦被限制对外联系。与此同时，隶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军方喉舌频道公开出现习主席付钱买年货等被指高级黑、低级红的宣传画面，相关视频随后又被删除。家族异动，财富疑云，军心暗涌，这一切究竟只是巧合，还是权力格局正在松动的前兆？观众朋友们好，这是大时局，我是宁宁。如果您想及时了解中国及全球大事，从瞬息万变新闻资讯中看透事件本质，一定要订阅大时局，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9点，大时局为您全天更新。最近这段时间，北京的政治气候可以说是诡异到了极点，一边是军队高层的地震，一边是党内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但就在这种明火执仗的斗争之外，还有一个更隐秘也更具风向标意义的变动发生在习近平最核心的家庭内部。根据知名时评人蔡慎坤近期披露的一份国内观众私信，一个极具震撼力的消息传了出来，被称为习家大家长的齐乔乔出事了。这位爆料人自称身边有不少商界人士认识齐乔乔，这些商人过去和齐乔乔有过不少联系，但最近几个月，他们突然被纪委叫去问话，问的内容直指和习家的利益输送情况。有些联系不那么紧密的商人吓得赶紧把齐乔乔的微信删了，用他们的话说，习家可能要出事了。更具体的细节发生在2025年，齐乔乔原本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但到了年底，大约是11月份以后，他突然从北京回到了深圳的迎宾馆居住。大家注意这个地点，深圳迎宾馆，那是习近平父母习仲勋和齐心晚年养老的地方，对习家来说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但这次回去性质完全变了，爆料明确指出齐乔乔在那里不能外出，甚至连他身边原本可以自由行动的工作人员跟着去深圳后也一并被限制在迎宾馆内，好几个月不准与外界联系。这究竟是谁下的命令？目前外界不得而知。爆料观众强调，他不知道这是谁下的命令，也不知道具体原因，但从时间点看，和近期军方高层的动荡高度重合。那么，这就引出了两种极具穿透力的分析逻辑。第一种可能是习近平出于保护家人的目的，在目前内斗白热化，甚至传出张又侠与刘振利等人被突然抓捕的背景下，担心家人遭到袭击或发生意外，强行让他们隐身低调。不过，从深度政论的角度来看，齐乔乔在习家的地位非同小可。他不仅是习仲勋长年累月的私人秘书，更是习家的大家长。习近平曾要求全家都要听大姐的。如果连这样一个习家定海神针般的人物都被禁足、被切断联系，说明中南海的权力平衡已经彻底破碎。这种保护性软禁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习近平对权力掌控的极度不安。当一个人需要把最亲近的家人关进保险箱时，往往意味着外面的世界已经失控了。但第二种可能性则更令人不寒而栗，是不是真的有某种反习势力已经对习家人实施了实质性的软禁？这种不安并非空穴来风。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偏偏是齐乔乔？我们必须联系到那个足以引爆政坛的4000亿石油基金传闻。当财富黑幕与权力斗争在这一刻交汇，齐乔乔的禁足就成了这场大戏拉开帷幕的信号。齐乔乔之所以在深圳陷入这种不明不白的禁足状态，背后最直接的导火索，恐怕就是近期在海外传得沸沸扬扬的财富爆料。齐乔乔这位大家长背后的庞大财富帝国，已经不是单纯的家产故事，而是直接点燃当前权力斗争的导火索。为什么说齐乔乔的消失会让中南海震动？因为他的商业版图一旦被翻出来，就等于把习近平反腐这面大旗直接戳成了破布。先说最爆炸的那一笔，海外近期爆料，齐乔乔通过他控制的贸易公司垄断了委内瑞拉和伊朗的低价石油转手生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公开透露，委内瑞拉为了偿还“一带一路”巨债，
以每桶仅20美元的极低价格向中国供油。这本该是国家战略资源，由中石油、中石化等国企接手。但据爆料，这笔利差生意完全被齐乔乔的公司包揽，以20美元拿货，转手以40到60美元卖给国内中石化，中间20到40美元的差价直接落入习家腰包。统计显示，仅为一两国石油这一块，每年净利润高达4000亿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中国一年 GDP 的2%左右。爆料人指，这是习近平亲自把与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秘密交易当成家族国际战略资产，在一尊权力保护下实现的合法抢劫。这笔4000亿黑金一曝光，等于给反习派送上了一把最锋利的刀。习近平上台以来，反腐成了他清除异己的最大武器，抓了无数老虎，却从未公布过铁证。如今，对手直接抛出习家年赚4000亿的数字，瞬间把道德制高点夺走。最大的贪官就在中南海，就在习近平自家。这不是巧合，而是回旋镖。当军方高层张又侠、刘振立被突袭抓捕后，反习势力立刻把习家旧账翻出来，作为最直接的政治反击。再看齐乔乔的财富底子，早在90年代，她和丈夫邓家贵就以港商身份在北京、深圳布局最暴利的房地产，成立北京中民信房地产公司，开发黄金地段豪宅官园，与深圳地铁合作成立远维房地产，垄断地铁上盖物业，圈占稀缺土地资源后转手获利。矿业上，通过上海望潮公司持有江西稀有金属物业控股公司18%股权，这家企业拥有大量稀土资源，价值难以估量。近年，习近平收紧稀土出口管制，家族直接受益。还有金融、混凝土等领域，据估算，齐乔乔家族净资产已达数千亿甚至更高，通过层层代理人隐秘运作，避免直接曝光。习近平2013年上台后，曾严厉要求家人退出所有商业活动，开家庭会约法3章，谁也不许再经商。但现实是，他根本管不住。齐乔乔把部分股权低价转让给明天系肖建华等人，表面退出，实际上资金和影响力仍在流转。那些曾攀附习家的富豪赖小民、孙政才、许家印、王健林、肖建华都付出巨大代价，低价入股或高价收购习家资产，却在落难时发现没人保他们。这说明习家财富帝国从来不是单纯的家族生意，而是权力与金钱深度捆绑的产物。如今，当张又侠、刘振立等军方亲信出事，齐乔乔被禁足，财富黑幕被抛出，这一切不再是孤立事件，而是双方撕破脸的信号。习近平想用反腐保权力，对手就用习家贪腐还击；他想保护家人，对手就把家人变成靶子。权力火药桶已经点燃，谁先引爆，谁就可能被炸飞。朋友们，这只是冰山一角。接下来我们来看军方喉舌如何公开高级黑，这才是内斗真正白热化的证据。如果说齐乔乔的禁足是中南海内部的家变，那么近期中共军方喉舌一系列近乎反叛的举动，则是将这场权力撕裂直接摆在了全球的聚光灯下。在时评人看来，这些现象早已超出了宣传失误的范畴，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无声政变。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例子发生在2026年2月10日，习近平、蔡奇等人到北京隆福寺街区考察年货，这本是官方宣传的亲民镜头。结果，隶属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国防新闻传播中心 YouTube 频道，官方地址写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发布了一条视频，封面直接打出2行字，用箭头标注习近平背后的中南海保镖，另一行赫然写着习主席付钱买年货，还特意用红圈圈出习近平掏钱的动作。这句话听起来像在表扬，但熟悉中共宣传套路的都知道，这和2022年浙江宣传曾批评的低级红、高级黑经典案例如出一辙。当时副市长自己掏钱买月饼被点名为典型的高级黑。更讽刺的是，这条视频发布没几天就被频道自己删除了，页面显示该视频已被发布者移除。很明显，习近平当局发现了这个失控的嘲讽，紧急下令删除。但删得再快，也已经传开了。为什么说这是军方行为？因为这个频道内容清一色是军方宣传，专门发布国防新闻，
军事演习和习近平视察部队的视频，绝对不是民间自媒体能碰的好。这还不是孤立。2025年12月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访华，现场无意拍到习近平的钟摆式走路、彭丽媛提旗袍不合场合的小动作，以及习近平紧张的挤眼和一个极其尴尬的望风动作。那个姿势既像在给同伴把风，又像对待跪低的下属，完全和他常说的"我是人民勤务员"形成巨大反差。国防新闻传播中心频道原封不动地把这段视频放上去，短短几分钟内容被超过21万人次观看，重播最多的正是习近平望风那一幕。视频后来也被删了，但伤害已经造成。再看2026年1月5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夫妇访华，彭丽媛与韩国第一夫人金惠景会谈，频道发布了一条短视频，右上角还挂着大国外交最前线的 logo。奇怪的是，这条彭丽媛的正向视频发布几天后迅速被删，而习近平那段丢丑视频却一度保留很久。直到海外媒体大肆报道这种选择性删除后，习近平的视频才跟着消失。这种高级黑不是偶然失误，而是军队内部强烈不满的外溢。张又侠、刘振利被抓后，军方已经连续多日静默、躺平、软抵抗、不听调、不出声、不配合。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军人不再恐惧，正如历史上陈胜吴广那句话：今王一死，举大计一死，等死，死国可乎？他们选择用最安全的方式表达，用官方喉舌给你上眼药，让全世界看你的笑话。从齐乔乔被限制在迎宾馆的孤影，到军方频道上那些刺眼的标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原本高度集权的体制正在从内部崩溃。习近平虽然抓捕了张又侠，但他却陷入了上任13年来最艰难也最孤立的一个中国年。如今的中南海，官员们神情肃穆，庆典却毫无喜庆气氛，每个人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时代的葬礼。这种权力失控的焦虑感，正随着石油黑金的传闻与军队的冷嘲热讽传遍整个官场。这里是大时局，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